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到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今天是你们超级期待的防晒大赏。今天我测试了很多防晒霜，也看了其他博主的测评，很多人觉得轻薄好用的，在我这里都油腻厚重。我可能是对防晒霜的容忍度太低了，所以我今天推荐这些好用的，全部都是对皮肤负担超级小，很适合混油皮、油痘肌，也有适合干皮的，但绝对不会让你闷痘有不适感。我们先从物理防晒霜说起。物理防晒呢，只有二氧化钛和氧化锌这两种成分。如果你在成分列表看到其他防晒剂的话，说明它不是纯物理防晒。今年新上的这个物理防晒我太爱了，是 Sephora Collection 丝芙兰自营品牌的，叫 Daily Sunscreen Cream。它有 SPF 30，氧化锌含量 15.5%， 日常用足够了。它是涂开是纯白的乳液，通常纯白的防晒霜呢，它的肤感比较差，比较厚重，比较闷脸。那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清爽，同时给你一定的滋润保湿力，从中性到偏干，中性到偏油都会很喜欢它。它里面也添加了乳木果油、红花油，帮你滋润保湿、抗氧化。它涂上的感觉就像奶油一样，完全化开。脸不会觉得黏腻，不会觉得闷痘，按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厚重。成分非常适合敏感肌，非常适合比如有皮炎的，即使湿疹的皮肤都很适合。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成分，成分列表非常短，很简单。还要说的是，它是有泵头的这种，所以挤出来的时候很好控制用量。放在包包里补防晒的时候也不会洒，这个包装我还蛮喜欢的。如果你正在找一款适合亚洲人黄衣白肤色的润色防晒霜的话，不用找了，就是它了。Herbivore Starseed 物理防晒霜，还有 VC 和益生元。它的调色淡淡的黄色，完全不深，也不偏粉，不会到下午给你像那种猪肝色的感觉啊。到下午你的皮肤气色看起来还是很好。它是润色的，但是没有遮瑕力，只是给你淡淡的一个光泽。涂在皮肤上也是那种奶油的触感，流动性也是比较低的，属于那种乳霜的感觉，是今天说的物理防晒霜里面最适合混油皮到大油皮的。然后它的氧化锌的含量也蛮高的，有 21.7， 虽然是 SPF 30。维生素 C 呢也是脂溶性 VC， 那这个 VC 呢它是一种 VC 衍生物，非常稳定，不容易光氧化。研究表明它还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，是 VC 衍生物里面比较偏贵的成分了。同时还有益生元，增加皮肤的保湿屏障，所以用起来你到下午，即使是那种雾面的感觉啊，你到下午也不会觉得脸拔干。Tatcha 的矿物防晒终于改版了，瓶身不会掉漆，谢谢他们有听到我们消费者的心声啊。产品依旧是好用的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Silk Sunscreen，流动性很强，涂在皮肤上就像 silk 一样，丝绸般的质感。如果你想买一个贵妇防晒霜或者是大牌防晒霜，我不建议你买更贵的了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已经很高了，也是质量做得很好，肤感很好的润色防晒了。它就适合皮肤没有什么问题，你不想说很光泽，你也不想太雾面，你就是一个中性皮，不会出错，想每天都使用的一个润色防晒。它里面添加透明质酸、烟酰胺，它里面的 Silk 蚕丝提取物呢，是帮你增加皮肤的亮泽度的，好像上了一个 filter 一样，也有微微的隐形毛孔的能力。刚才的 Herbivore 也有一点点视觉上柔化皮肤的效果啊，但我感觉Tatcha这个做的要更好，而且它的肤感、触感是更光滑的。化学防晒霜呢，比较适合炎热的夏天，因为相对来说比较轻薄水润。成分的选择呢，我比较倾向于欧洲的还有日韩的，因为它们都是新型化学防晒剂，不像美式的那种防晒剂，像 Avobenzone 啊、Octocrylene 啊，就这种防晒剂通常比较辣眼睛，成分比较刺激皮肤，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。新型化学防晒剂呢，在我脸上，我任何地方用它都不会觉得刺激，也不会觉得熏眼。那第一个在欧美圈最近很火的 Haru Wonder 的黑米防晒，它是黑米提取，这是保湿系列的，它比较适合中性偏干，但你又不喜欢那种油腻腻、油乎乎的防晒的，你又想保湿力好的话，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质地属于轻薄的奶油的质感，很好推开，
上脸很舒适。我感觉它上脸的感觉和刚才说的丝芙兰这个物理防晒还蛮像的，都是有一点点厚度，保湿力够，但又不会黏腻的。里面有烟酰胺调理毛孔亮白，还有向日葵提取、雏菊花提取、鱼腥藻提取，这些镇定消炎的成分，即使你大太阳、长时间的日照也不会觉得刺激不舒服。对于我的混油皮来说呢，它是油润的，保湿的力度刚刚好。早上我可以省略乳液的部分，直接擦它当一个面霜加防晒，2合1产品，也很适合懒人。今年找到最适合跟妆的化学防晒霜是 Tacabo 的水润防晒霜，含有玻尿酸，很适合中性肌，有点像 Tatcha 那个质感，涂上皮肤超级的光滑。我必须说它不是完全的清爽无存在感的，你涂上以后它还是有一点像黏，但不是黏腻啊，就是有一种黏黏的感觉，可以让你的粉底液很好的扒在上面，不会掉妆。因为它里面透明质酸添加的也蛮高的，所以保湿性很好。还有这个绿豆提取也是它主打的，可以抗炎舒缓痘痘肌。如果你有红肿大痘啊，或者正在爆痘的时候用它也是可以的。唯一的缺点是有一点点的香料，它这种中草药的味道，但是我用在脸上完全不刺激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今年让我爱不释手的一个防晒。中东油田们看过来，油皮亲妈天菜级的防晒霜，爱丽小屋的 Sunprice 这款乳液状的，它不是那款物理防晒，它是化学防晒，是新改版了的化学防晒霜，里面含有新型化学防晒剂，轻薄水润不黏腻啊，这涂上就觉得涂防晒是一种享受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防晒霜还厚重的话，你可能需要裸奔了，你就不要再涂防晒霜了。它已经是我目前用过跟我的挚爱柔曼的已经很像的一款防晒了。同时也添加一些植物萃取，像葵花籽、芦荟、马齿苋、巴西莓和针叶樱桃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，防光老化，抵御自由基。这个价位真的没谁了，$10上下，如果在国内买的话可能会更便宜。这么质感好的防晒，而且我用它，我出去几次，就那种去户外啊，去公园那种晒一上午没有补防晒的情况下，用它也完全没有一点点变黑。它的新型防晒剂防护的也蛮足的，而且这么轻薄的防晒也是很好补涂的嘛，就你点在你的脸颊上啊，用手拍开，你之后再涂个散粉，最多补个粉饼吧，就像早上刚上妆的样子了。油皮们不要犹豫了，就是它了。今年是防晒棒的天下，各个品牌出了膏状的固体的防晒霜，说是为了方便补涂，而且也不会沾手。那有人问，固体防晒棒真的不会溶妆吗？真的适合补妆吗？它确实比很多油腻的防晒霜要更适合补防晒，没有那么容易破坏妆容。但防晒棒它不管怎么说，它里面还是有油分存在的，多多少少会带走一些你的粉底，尤其你到下午的时候，其实皮肤上本身已经出油了，你再去补的话，你相当于油跟油融在一起，还是会有点脱妆的。这就是一个取舍了。你想要精致完美的底妆的话，你就不要去补防晒，但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晒出斑、晒黑。所以我的方法呢，是用完防晒棒之后，再用你早上上的不管是粉底液也好啊，或者是最方便的是像气垫或者粉饼，稍微在上面拍开一下，社交距离上看底妆还是很完整的。喜欢水光感的，喜欢像打了高光一样的水光肌美眉们，用这个 Glow Recipe 新出的西瓜防晒棒，它是油润的，但是不油腻，用在眼周也不会觉得熏眼睛。虽然它是传统的化学防晒嘛，但是我不建议你防晒棒用在太近眼睛的区域啊，一般在颧骨这块打一打就好了。眼周我们还是用墨镜，还是用帽子去遮挡一下。它就保湿力各个方面做得很平衡，它里面有角鲨烷，有烟酰胺，帮你护肤，上脸很好推开，非常的丝滑顺滑，很适合带妆之后你想补颧骨这块防晒，但是你又不想减少这个光泽感啊，你就涂在这一块，超级美。
然后我今年最爱用的一个防晒棒，实用感满分，设计感满分的 Abib Airy Sun Stick。它是一个 C 状的弧形，你每次上脸的时候，它很好的贴合你的脸颊，弧度超级完美。它扁扁的，携带也很方便，顺滑度也是很好的，和 Glow Recipe 的不相上下。但它是给你那种偏亚光雾面的质地，你之后不会觉得脸很油润，也是上妆之后不会带走你的底妆，完全不黏腻的防晒棒。适合敏感肌，刚才那个 Glow Recipe 是有香料的嘛，这是没有香料的，里面有葵花籽油、向日葵籽油的提取，帮你抗氧化，平常用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。现在已经是我的化妆包必备了，我的包必备防晒。再说几个往年爱用防晒，我的 Holy Grail 我不能离开的防晒霜，一个是刚才说的 Roman Zero， 怎么擦怎么补涂都不会加速出油，不会让你容易脱妆的。然后如果你去海边户外运动去爬山呢，我比较推荐加纳宝的 Ali 防晒 Ali Gel， 是防晒黑最强的里面肤感最好的防晒了，防摩擦防流汗，夏天必备。我几乎每个视频下面都有留言说儿童防晒最喜欢哪一个啊？给自己的宝宝去擦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这个 Baby Balm， 认准它，不要让我再重复了，一直都是它，无限回购。我这已经回购了不知道多少支，因为我儿子每天白天去上学的时候，我都是早上给他擦满满的防晒，再让他出门的。我不是说追求孩子有多白啊，皮肤是我们人体上最大的器官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。因为很多人在紫外线比较高的地区，太阳日照比较强的地区的话，从小晒到大是会得皮肤癌的。从今天做好防晒，就是对你的身体负责。同时我没法再强调硬防晒的重要性了，打伞、戴帽子、戴墨镜、穿防晒衣，比任何你的高倍的户外运动的防晒霜还要有效。但我知道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全副武装的嘛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找能遮挡地方去遮挡上我们的皮肤，减少日光的直晒。好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。最近我的背景可能会随时变化，因为在搬家在收拾东西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 setting， 一个很好的布局了，希望大家见谅。好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哦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